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，今天要来分享花生馅的紫薯龟糕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我们先来看看内馅所需要的材料：花生碎150克，白糖45克，牛油2汤匙。首先，我们把白糖倒入花生碎里，然后把它搅拌一下，让它均匀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可以把牛油倒进去，同样的，也是把它搅拌均匀。花生碎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捏成团。我们称一个大概20克左右的花生碎，然后用力的捏一捏，把它捏成团。就像这样，把它捏成一团一团的，等下比较容易包进龟糕里。现在花生碎已经捏好了，我们把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龟糕外皮所需要的材料：紫色的番薯125克，糯米粉150克，热水100克，白糖半汤匙，油2汤匙。首先，我们把紫色的番薯拿去煮软。当番薯煮软过后，我只要用到那个番薯而已，水是不要的。因为如果连水一起拿去做龟糕的话，龟糕做出来颜色会太深，不好看。我会另外再煮100克的热水，也就是材料里提到的热水。现在我们要趁热把番薯压成泥。当番薯压成泥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糯米粉和白糖，然后把它搅拌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把热水慢慢的加进去。我们用一只勺子继续的搅拌，因为很烫，所以必须要用勺子。不行，还是很烫，还是要用勺子。我们就像这样用勺子不停的搅拌，直到没有那么烫手了，我们才用手把它搓成团。我们就像这样不停的搓揉，直到它形成光滑不粘手的面团。我们搓到已经形成面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油倒进去，然后继续的搓揉。如果你们觉得面团很干，还会裂，你们可以慢慢的加入一点点的水。可是如果你们觉得面团太粘手了，你们就可以再加入一点的糯米粉。总之就是太干就加水，太粘手就加粉，
就是这样，一定成功的。好，我们就搓到像这样光滑不粘手，就完成了。好，现在面团搓好了，我们把它分成35克左右的小面团。接下来我们在香蕉叶上涂上一层油，然后把我们的小面团搓圆，然后在中间戳一个洞，把我们的花生馅包进去，封口，再搓圆。我们在面团的外层还有模型里撒上一些糯米粉，让龟糕容易脱模。接下来我们把面团放入模型里，用力的压一压，把花纹印上去，然后再敲一敲，把龟糕敲出来。我们把龟糕放在香蕉叶上，然后修一修边，就完成了。来，我们做多一个。我们把面团搓圆，然后戳一个洞，把花生馅放进去，然后封口，再搓圆，撒上一些糯米粉，再把龟糕放到模型里，用力的压一压，把花纹印上去，然后再把龟糕敲出来，放到香蕉叶上，修一修边，第二粒又完成了。好，现在水滚了，我们把龟糕放入锅里，用小火蒸8分钟。当蒸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我们记得要把锅盖开一开，再盖回去，避免我们的龟糕过热膨胀而走样。才刚刚把话说完，我的龟糕蒸好了。我们把龟糕拿出来，在它的表面上刷上一层油，让它油油亮亮的，看上去更吸引人。完成咯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，花生馅的紫薯龟糕。你们有没有被那个梦幻的紫色吸引到呢？这个龟糕有一点点失败，因为我开太大火了，它的边边有一点走样了。虽然它的外观有一点不完美，可是也不影响它的口感啊。它吃起来外皮是软软 Q 的，花生呢是自己炒的，所以很香，不会太甜。整体上还是算成功啦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，花生馅紫薯龟糕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分享上海月饼。中秋节快到了，大家是会去买月饼，还是在家里自己做月饼呢？如果大家对上海月饼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